大家好，我是光圈仔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在上期的视频中呢，大家看到我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使用这台摄像机时的窘迫。当然，我也为这台摄像机呢准备了一些配件，可以让它在使用起来呢更加方便。这个就是它现在的样子。在这个视频里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所有在摄像机上的配件，以及最重要的在使用外接显示器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。在选择这些配件之前，我也在网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，想来看看怎么样来搭配对我来说才是最佳的方案。我也非常的喜欢自己一点一点的来设计摄像机的装配方案，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。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你的支持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选择的是铁头轻便版的一个套装，包含整机的一个完整的兔笼、15毫米导轨升高底座、多功能的上手提、木质的车握把和显示器支架。首先，这个是科莫多一个裸机的形态 ，Red 在顶部和侧面都预留了螺丝的孔位。这个套件在确保了功能性的同时呢，也兼顾了颜值。它使用了科莫多原厂的预留孔位来进行安装。整体套件呢，在不包含上手提和升高底座的情况下，重量是300克。在左右两侧呢，分别拓展出了高低两个牙盘的设计，采用了彩镀的工艺来为它增加色彩。牙盘的下方呢，是一个 NATO 的滑槽，并且还预留了3%和1/4的螺丝口。其余的空间呢，做了镂空的设计，做到了功能和重量的一个平衡。套件中包含的木质的握把呢，也是通过 NATO 的滑槽来进行安装的。好处是可以方便的快速拆装。这个握把的握持手感呢，比 Red 原厂的侧握把要好。手部握持的位置呢，设计的非常人性化。上顶板预留的冷却扩展口以及1/4的螺丝孔，可以在顶部加装监视器以及其他的配件。我特别想说的是安装上顶板的螺丝位置设计，机身上预留了4个孔位，也就是2个外侧和2个内侧。有的厂家呢选择使用2个内侧的安装位置，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这给想使用原厂手柄的朋友呢增加了难度。原厂的侧手柄所使用的是2个内侧的螺丝孔位，在顶部没有预留 NATO 的滑槽，外侧同样的位置呢预留了2个孔位。所以说，如果想在机身顶部安装更多的配件，就需要我们拓展上面的安装位置。这个套件的顶板就可以适配这样的安装，不需要你购入额外的顶板。我特别想说的是这个螺丝的工艺真的很好看，官方说呢是采用了煅烧的工艺，我不知道这个螺丝是什么样的材质，我感觉有一种烧炭烧出来的感觉。底板是标准的15毫米燕尾卡槽，和底座的整体设计呢非常的好。在进行快速装卸的时候呢，在底座上迷你安全烧可以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，不用担心整个机身会意外滑出。底座也可以安装15毫米的导轨来适配更多的配件。上手提可以安装在顶板的冷却接口上。我很喜欢的是这个上手提可以随意切换纵向与横向这样的方式，为拍摄呢提供了更多的便利，并且顶部的2个冷却接口为安装监视器和其他的配件预留了更多的空间。套件中所含带的显示器支架呢有非常好的阻尼，在安装显示器后可以很方便的调整显示器的位置。套件中还配有镜头转接环的支架，可以为转接环提供额外的支撑来保护机身的卡口。机身的供电我选择了他们家带有 B-Box， 也就是可以拓展更多接口的 V 系列电池转接板。当然这是为了更长效的续航，以及可以为其他的配件呢进行供电，这样我就不需要每次出门的时候携带各种型号的电池。这个转接板除了可以将微口电池转接到机身上，还可以将电池的数据传输给摄像机，我们在摄像机上就可以查看电池的余量。另外还可以通过连接机身的9 pin EXC 接口来拓展出更多的专业接口。顶部提供了一个 P-Type 接口和2个 Limo 的2星接口，可以使用这2个接口来为图传、监视器、跟焦或者其他配件来进行供电。左边呢是一个 USB-A 的接口，右边拓展出来了3星的录制控制接口、时间码接口，以及4星的外接操控接口和一个兼 Lock 接口。很有可能有些接口我目前根本用不上，但是预留一个拓展的空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遮光斗呢，我选择的是铁头的幻境遮光斗。这款遮光斗呢提供了2种安装方式。遮光斗的口径呢是95毫米，可以直接安装在很多电影镜头上。如果使用的是相机镜头，可以使用转接环来进行安装。另外还额外提供了一个15毫米导轨的支撑架，可以为遮光斗呢提供额外的一个支撑。我通常以单兵作战为主，我考虑最多的一个是重量，再一个呢是便携。这个遮光斗重量很轻，并且可以根据拍摄需求安装各种滤镜，比如 ND 镜、
偏振镜等等。在单兵作战的时候呢，如果需要，还可以额外购买安装无线的控制套件来进行使用。这个遮光斗极大的提供了扩展空间和易用程度。另外呢，就是遮光斗的模块化设计，在不需要前面罩体的时候，我可以只使用滤镜的插槽用来安装滤镜。基础的罩体呢，还可以安装4×5.65的方形滤镜。另外，罩体呢还可以进行替换成别的样式的罩体，在极大减轻重量的情况下，还提供了很大的便携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以后我可以专门做一期来跟大家说说滤镜的重要性。最后呢，就是监视器了。在使用裸机拍摄的时候呢，我也真的是受尽了顶部小显示屏的煎熬。估计再继续使用下去，真的就像大家说的，我眼睛的度数又要长了。但这也为我选的监视器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。一个是需要有足够的亮度，再一个要稍微大一点。当然，它要是能够调整参数就更好了。所以当我在搜索监视器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我之前一直在用的一个品牌 Small HD。首先，这个监视器呢，它有1000尼特的亮度，这个亮度在现在来说呢，它不算很高，但是基于我之前使用 Small HD 702的感受来说呢，也是够用了。它该有的功能也有，比如说峰值对焦、伪色等等，也支持导入 LUT 来进行监看，并且支持 HDMI 和 SDI 接口的视频接入。对于拍摄监看来说，我觉得绰绰有余了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使用监视器的时候需要非常特意注意的一个问题。Red 科莫多呢是通过 SDI 来输出画面到监视器。我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在吐槽说 Red 容易烧 SDI 接口。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并不是这台摄像机所独有的，早在使用3G SDI 的时代就有了。现在的 Red 科莫多使用的呢是12G 的 SDI， 数据的流量呢相对于3G SDI 呢肯定会更多，就会使这个问题呢更加的放大。所以为了避免烧机身上的 SDI 接口，我们就一定需要遵守一些流程来避免这个问题。首先，当我们插入电池以后，需要将显示器和摄像机都通上电，确保所有设备都开机了之后，再插入 SDI 的连接线。当然，关机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先拔出机身上的 SDI 连接线，再关机，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在开关机或者热拔插电池的时候烧坏接口。希望这个小的提示呢，能够帮助你有效的保护 SDI 接口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很多的配件呢，我都是大概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。如果你们对我所提到的任何配件有任何的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，回头我可以详细的跟大家聊聊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